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一切看起来都还可以，但你心里就是很不安。工作没有出事，但你会想，这份工作能做多久？感情没有问题，但你会想，这段关系会不会变？甚至连生活都很正常，你还是会忍不住问，未来会不会突然崩掉？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先跟你说一件事，那不是你太焦虑，是你太正常。因为我们正活在一个前所未有、不确定的时代。但今天这本书《不确定性的力量》，它要讲的不是怎么让人生变稳定，而是告诉你一件更颠覆的事：真正让你变强的不是确定，而是不确定。一，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确定感？先来聊一个很底层的问题：为什么人类这么需要确定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大脑，当你面对未知时，大脑的杏仁核会启动，让你进入一种准备应对危险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大脑会把不确定当成潜在威胁。但这个机制在远古时代是有用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草丛里是风还是老虎。但放到现代社会，问题来了，我们每天面对的不确定其实不会杀死你，但大脑还是用生死等级在反应，所以你才会因为老板一句话焦虑一整天，因为对方没回讯息开始胡思乱想，因为未来不明确感到无力。更关键的是，现代社会其实在放大这种焦虑。社群媒体让你看到别人的人生好像都很确定，职场文化要求你要有清晰规划，成功学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要什么。于是我们开始相信一件事：只要我够努力，我就应该可以掌控未来。但现实是，你掌控不了。二，越想确定，反而越焦虑。这本书最关键的一个洞见是，焦虑不是因为不确定，而是你想消除不确定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找到答案就会安心，但实际上你会发现，找到工作，开始担心会不会被裁；进入关系，开始担心会不会失去；做了选择，开始怀疑是不是选错。因为人生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动态系统，没有一个答案是永久正确的。当你一直想要一次确定一切，你就会掉进一个循环，想控制，控制不了，更焦虑。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：决策疲劳。当你一直试图做完美决定，大脑会耗尽能量，最后你不是乱选，就是逃避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你选的好不好，而是你用错方式面对不确定。三，不确定其实是大脑升级的关键。接下来这段是整本书最颠覆的地方：不确定不是缺陷，而是大脑进化的必要条件。当你处在有一点不确定的状态时，大脑会进入一种特别的模式，注意力提升，学习能力变强，对新资讯更开放。也就是说，最好的学习状态不是知道，而是快要知道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解题卡住时反而最专注，在学新技能时成长最快，在陌生环境中感官最敏锐。因为不确定会逼你思考，但如果你太追求确定，你就会开始套用旧经验，快速下结论，
拒绝新可能。长期下来，你会变得很稳，但不再成长。4. 真正厉害的人都擅长不确定。这本书提到很多例子，我帮你整理成一个很关键的结论：顶尖的人不是知道最多，而是容忍不确定最多。像科学家达尔文，他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进化论，而是长期观察、怀疑、修正。像创业者，没有一个人是确定会成功才开始，他们是在不确定中测试、修正、前进。甚至连现在最先进的 AI 也开始学会一件事：表达我不确定。因为如果一个系统假装自己100%正确，那才是最危险的。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，承认不知道不是弱，而是智慧。5. 不确定会让你更有韧性。再来讲一个很实用的能力：情绪弹性。很多人以为心理强大的人是不会焦虑、不会害怕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强的人是，就算不确定，他也不会被情绪拖走。这种能力怎么来？不是靠顺利的人生，而是一次一次经历不确定，还能撑住。书中提到一个观点很有意思：不确定是训练心理韧性的健身房。每一次的不确定，其实都是在训练你接受未知，调整预期，保持行动。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你不再需要确定，也能前进。6. 不确定反而让人生打开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是不是就随便过人生？当然不是。这本书强调的是，不是放弃控制，而是改变控制的方式。你不需要控制结果，你只需要专注在你怎么回应不确定。例如，工作变动，是崩溃还是重新定位？感情不稳，是逃避还是沟通？未来模糊，是停住还是探索？同一个不确定会带你去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很多人生的转折都不是计划好的，而是在混乱中慢慢走出来的。7. 3个方法让你开始驾驭不确定。最后给你3个可以实际用的方法。1. 把不知道变成优势。下次当你不确定时，不要急着找答案，先问还有没有别的可能。2. 专注在可控制的行动，不要一直想未来，把问题换成我现在可以做什么。3. 练习与不安共处，不要急着消除焦虑，试着接受我现在就是不确定，但没关系。这会让你慢慢建立一种能力，在混乱中依然稳定。读后心的最后，我想用一个观念收尾：人生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确定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在不确定中前进。当你开始接受没有完美选择，没有绝对安全，没有完全掌控，你反而会变得更自由，因为你不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，而是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敢往前走。这就是不确定性的力量，真正想带给你的改变。我们下本书见。